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警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民进党发言人吴峥林珍宇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唐湘龙先生，还有罢免吴沛忆的领衔人，也是昨天和前天被搜索约谈的李孝亮啊。好，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美国因为川普每天都在新闻的头版头，很少有这种情况了，搞全世界大乱那他们现在管制 NVIDIA 跟管制超微，为什么呢？他们的晶片不可以输入大陆那而且呢，这个辉达它的 H20晶片说被老美怀疑呢，它是帮大陆去建军事的超级电脑所以呢，这个因为辉达被限制了所以呢，其他晶片制造商也受到影响。昨天美股收黑699点台积电呢 ADR 跌了3.6%所以呢，不过台积电今天表现还不错，今天法说会也讲得不错了那另外呢，这个辉达认列了1788亿55亿美金的损失市值蒸发1.8兆那华尔街分析是说呢，这个最新的晶片出口令人讶异，这样的限制另外呢，一直到上个礼拜 H20晶片出口到中国都是合法的，突然说不合法了，而且呢，这个那个黄杰森黄吧，还到这个海湖山庄 Florida 川普的打高尔夫球度假的地方呢，跟他吃晚餐，出来还笑嘻嘻甚至呢还说我们要拉台积电日月光鸿海在美国投资这个5000亿美元的这个超级电脑等等川普很高兴前天还说没想到他投资这么多大家都以为黄仁勋这个就是说至少这件事情算是结束了嘛。昨天宣布把你 H20限制不能说到这个大陆去所以一下子辉达惨了这个盘后就跌，当时盘后就跌6%那另外呢，这个辉达是说呢，我是严格遵守美国晶片出口的规定的那新加坡呢，这个的出货地因为它在新加坡有厂，也不含中国所以呢，路透社说美国晶片出口的新规定，辉达没有告知部分中国客户，规定你所有的客户都要告诉我知道你是卖给谁那被认为说是呢，要防这个 DeepSeek 深度求索了那另外呢，美国众议院也在调查 DeepSeek， 说呢，他这个偷搬用户的资料，而且他有6万片的辉达的晶片用了6万片，而且还有好几千片那另外呢，说他们怕让华为壮大所以呢，这个就不准你去那现在呢，主要是川普政策变化莫测，做生意都希望确定，他是不确定的搞得大家不知如何措其手足了。我们看一下。The level of tariff increases announced so far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anticipated, and the same is likely to be true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which will include higher inflation and slower growth. 川普关税冲击，就怕通膨再起。联准会主席鲍尔在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之间陷入两难，暗示会推迟降息，也让美股周三盘尾急杀，四大指数全军覆没，其中道琼收盘重挫近700点，费半也崩超过4%。不过拖垮股市跟惨跌7%的辉达脱不了关系。Particular uncertainties for tech companies. Shares of the AI chip giant NVIDIA tumbled almost 7% after warning that new U.S. export restrictions will hit its bottom line significantly. 纽约时报周三报道，大陆推出的低成本 AI 模型 DeepSeek 后，撼动了 AI 生态系。为了让美国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阻止大陆购买美国技术，川普政府近日采取行动，限制辉达将降规版 AI 晶片 H20卖给中国，让 NVIDIA 认列55亿美元费用损失，而 AI 霸主受冲击，其他晶片制造商也难逃被波及。除了同样因为晶片出口中国被限制的 AMD 遭受8亿美元财务冲击，狂跌7.35%。其他美半导体股兵败如山倒，台积电 ADR 跌3.6%，美光科技则下跌2.41%，艾斯摩也跌7.06%。美中贸易恶斗打得火热，也让股市剧烈震荡。
美国昨天开盘还好了哈，因为我每天晚上在跑步机上运动哈，那跑步机前面有一个电视，是我们大楼下面的哦。那个时候刚好美国早上我就转到 CNN， 开盘还好啊，没想到早上一觉醒来，哇，怎么跌这么多哈？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川普给大陆加了245%的关税，245%，这什么个100块的成本到美国要这个再加上245，变成345啊？你怎么卖呢？另外就是鲍尔。这个华尔街的这个Fed 联总会的主席鲍尔昨天在芝加哥去演讲，他说我们要观望，将来美国可能通膨，所以呢你们不要那么急急切的盼我们这个降利息不会那么快的，这一下子双重压力过来，美股昨天都大跌。来，香龙，中美下一阶段的竞争就在 AI 上面，我想这个大概也没有什么好讨论。那中美在第一领先群，而且在第一领先群后面的第二领先群落后非常非常多，基本上面看不见未来这个世界上大概大部分的竞赛就是中美两国的竞赛。但是因为今年是2025中国制造收官之年了，所以在总结呢中国制造2025的所有成绩的时候，在半导体跟晶片是重点中的重点，中国在这一块呢仍然是落后的。那去卡辉达的 H20， 因为 H20已经是当初拜登时代已经再三琢磨过之后的小院高墙，认为卖给中国呢也没有太大的伤害，或者说认为那个已经是特供，就是辉达已经做了一再的妥协跟让步之后，特供给大陆使用的降规了，降规非常非常多。但是连这个降规的晶片呢，现在呢都要喊卡。一方面是因为呢中美贸易战的情绪了，第二个就是说，我想不久之前，因为在美国的有关于 AI 的竞争的评估的一些的报告里面，那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年度的评估报告，那还是很重要的。那 Stanford 呢？不久之前呢，刚出来的评估报告，也就2个礼拜前的评估报告，中美之间在 AI 的差距上面，2023年的时候呢，中美的顶级 AI 模型的性能，美国呢领先了中国17.5%，但是呢，到2024年的时候，双方的差距只剩下0.3%，就几乎是没有差距。那到2023年到2024年1年的时间里面呢，双方面的差距呢几乎全部都抹平。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这个2024年的0.3的这个差距，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出来。DeepSeek 是今年的1月份呢才正式上线，所以如果把 DeepSeek 考虑进去之后，现在中美之间呢在 AI 大模型的效能上面，到底呢谁强谁弱，已经讲不清楚。但是以我作为一个使用者来讲，不管你是用的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不管你用中文英文 ，DeepSeek 强 ，DeepSeek 真的强。何况呢，它开源，它免费。它在效能上面来讲，会给美国很大的压力呢，是很合理的。好，那美国呢，现在在 AI 它还有领先，其他的领域里面呢，美国的领先呢，几乎都已经不明显，甚至落后的。AI 的部分来讲，譬如说现在呢，2024年全球100份呢最顶尖的 AI 的论文，美国呢仍然呢占了58%。中国大概27%，换句话说呢，美国呢仍然呢有在这方面的领先的那种的研究的差距，就是因为有这个差距，所以美国一直他会本能认为就这个时候赶快呢把中国挡住，当然能不能够挡得住是一回事情，但他想要去挡这个大概是很合理的。那中国大概也没有第二条路好想 ，H20的特供晶片这个时候呢被挡住了之后，对中国有没有影响？有。短时间之内，所有的中国的一些的语言大模型，其实都还是蛮依赖呢辉达的这些晶片。所以呢，辉达即使特供晶片效能比较低，但是中国总是有办法用比较少的成本、比较低的效能。美国的 AI 的投入成本，2024年是中国的12倍，花的钱是中国的12倍。用12倍的钱跟中国在效能上面打平，那对美国来讲呢是很难忍受，而且很震撼的事情。那现在呢，在暂时的会把中国的成本呢会垫高，中国必须要第一个就是呢想办法凑更多的晶片。
然后呢，投入更多的本钱，用比较低规低效能的晶片去达到相同的效果。第二个就是中国呢，在自主的研发晶片上面，尤其是呢华为、寒武纪这些属于晶片呢开发的前沿的单位，最近的动作呢是很多的，而且陆陆续续有一些成果的发表，效能上面看起来呢，比华为如果真的开发成功，而且量产，它的效能应该会比华为呢 H20甚至可以达到 H100的一些效能。如果到内部的时候呢，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呢，美国的这个动作没有呢太大的意义，但它起码告诉你，目前呢中美之间呢贸易战、关税战是一回事情，科技战呢还是最根本的。好吧，这个现在联准会所以有点两难了。一方面呢，说将来可能会有通货膨胀，而且呢，就业率可能会下跌，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失业率会高。所以联准会的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呢，希望让物价不要高；一个呢，让失业率呢这个不要高。那这两个现在看起来很麻烦所以呢，有高度不确定性。昨天鲍尔讲说，这是近半世纪以来联准会受到最大的不确定的影响，50年以来从来没有。的确，50年你看过去50年没有像鲍尔这样的像这个拜登这样的总统也没有那另外呢，加州要告川普，加州与民主党要告川普。法官告川普说，川普这个关税让加州损失了好几十亿美金，所以呢，这个要告那其实现在各地的法官呢，好几个地方其实都在告川普了包括那个把这个萨尔瓦多的移民非法这个运出去等等那加州州长说呢，川普的关税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混乱和破坏因为很少像美国总统像川普这样大干特干因为美国总统是全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大家知道。那全世界第二有权力的人是谁呢？联准会主席。讲一句话，全世界股市可能涨可能跌那但是呢，美国总统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民主的最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制衡，民主要制衡，所以不可能让总统权力那么大的那川普今天权力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国会，因为国会呢，他人完全执政嘛，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嘛。美国的国会跟我们不一样，什么打架什么，基本上没有这个事情，多一票全部都是我的，我只比你多一席，所有的委员会的这个召集人都是我，没有什么这边还分什么你抽签，没有这个事情，多一席就全部都是我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川普现在是这个气势很旺盛所以不要因其风所以那些国会议员呢也都不跟他作对了但是期中选举马上到了，期中选举的时候会怎么样？那就决定将来这些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川普。大家知道政治人物最容易变脸，完全看这个厉害你对我多好都没有用，到时候发觉你让我这个不能当选，立刻就跑立刻跑，毫无例外，这个古今中外其实都是这样子那比如说以这个奥巴马太太好了，米歇尔奥巴马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也很厉害甚至比奥巴马还能干他那时候想推全民健保，推了8年推不动总统夫人推一个这么好的全民健保，让贫穷人看病推不动，为什么呢？美国有几个制衡总统的这个机构，第一个就是刚刚讲法院还有州法院也可以制衡你大法官也可以制衡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媒体是天生的在野党就算是纽约时报啦、华盛顿邮报啦这种偏民主党的报，他要批评你，他照样批评你另外呢，就是这个刚刚讲国会嘛，国会、媒体、法院、州，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但是州的权力很大，州不见得跟你配合，他修宪的话有3/4的州通过才可以那所以呢，在这种另外一个联准会也可能跟你不同调。川普一直希望把美国利率降下来，联准会就不行我不听你的，看我的不像我们中央银行要看总统脸色，他不需要的，需要再回来。大家知道川普很爱吹牛了，他说呢，这个我现在是关税政策呢，每天可以多收20亿美元的关税。结果呢，美国的关税及这个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呢是没有说从这个4月5号到现在为止，只收了5亿美元一天哪有20亿美元呢？5号到现在12天12天照你川普讲话，应该收了240亿没有那另外呢，这个习近平最近愿意去看这个
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啊。那他这个越南已经看完了，昨天到马来西亚去啊，所以他呼吁呢，全球的南方国家应该抵制川普。那我们的赖清德讲的呢是说我们要脱中入北啊，加入北方啊。习近平说南方要联合起来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也跟马来西亚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要加强产业跟供应链的合作，反对川普滥加关税啊。那习近平说呢，中国愿意跟东协国家团结抵抗滥征的关税。东协就一般讲说亚细安国家了哈，它就是越南啦、泰国啦、印尼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越缅寮啦哈，越南、缅甸、辽国，反正这些叫做东协。所以说我们跟你们联合起来抵制关税啊。那就是川普想要拉这些国家抵制中国，中国呢要拉这些国家反制美国，其实就这样啊。那安华呢，因为是有华裔的哈。安华这马来西亚首相呢，还用中文讲话，说是这个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这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所以呢，基本上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马来西亚跟中国可以合作，因为他们关系太密切了啊，旁边嘛，怎么办呢哈？所以我那天讲说，古人讲叫远交近攻，中国现在应该实施呢是远攻近交。你睦邻很重要，你旁边国家搞好嘛，不要老是跟旁边冲突啊。这个，但旁边很容易冲突了，领土的问题啦、领海的问题啦，很容易冲突。但是在现在来讲，中国应该做的是远攻近交，攻就是美国嘛，近都要结合嘛。那另外呢，这个川普想要围堵中国，所以要求他一个个谈判要所谓2级关税。什么叫2级关税？1级你进来我已经收你关税了，然后再问你那边有没有什么中国进去的产品，因为中国现在分散市场啊。不卖美国了，那产品会是过剩啊，那就可能就要这个卖到其他国家去啊。所以呢，只要卖到里面去，你要加他关税哦，这个否则的话我就加你关税啊，就这样啊，威胁他们了哈。所以呢，希望能够孤立北京啊，大家来跟他求饶啊，这个我们都听你的啊，听你的啊，你老大了哈，你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哈，等等哈。那川普对中国关税增加到245%，中国也不怕，为什么？那245%跟500%有什么差别呢？跟1000%有什么差别呢？你说我欠你100万，好吧，我欠你100万。你说我欠你1亿，我欠你1亿、2亿、3亿，有什么差别呢？算了，反正我也还不起啊。哦，其实就这个意思哈。再多不愁，我们看一下，两国将同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东南亚之旅来到了马来西亚，除了和马国签署双边协议外，发言更有别于在越南。习近平越讲越直白，喊话要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抵制滥征关税。这充分暴露了美方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已经到了毫无理性的地步。对于美方这种毫无意义的关税数字游戏，中方不予理会。就在美方要对中方课征高达245%关税后，还要北京主动来协商。大陆商务部开呛，不会再玩数字游戏。隔天17号，大陆 A 股开盘走势颇为淡定，包括上证指数、深圳成指以及创业板指数，虽然开盘全面走低，不过幅度都没有很深。港股开盘也有小红，而大陆一些商家们也很老神在在。浙江义乌是小商品的最大宗，价格优势销往全球，商家认为少了美方生意，可以改往全球扩。店家直播带货，还搭配 AI 工具，各国语言随时翻译。很多客户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些外语视频，然后联系我。每天反正就是有至少20-30个询单嘛。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去拓展更多的这个客户。虽然大陆官方台面上多次宣示和美方硬碰硬，但彭博社报道，大陆对于会谈还是保持开放态度，但必须要在互相尊重下才会进行。其实有人说这个比32%关税还要可怕的是什么？叫做一变再变。因为事实上你不稳定性，然后变来变去，其实让大家更难因应。不过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其实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这个贸易战还有科技战呢是不会停的。到目前为止，这个是不变的。那至于说你把这个美国把中国的关税提高到245%，其实这没有任何意义。当145%的时候，超过100%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没有办法交易啊！我干嘛？我还赔钱？那给你东西，你
干脆直接抢钱算了。所以这个看起来有点意气之争啊。但是到也显示出现在中美贸易之间，本来比如说川普是希望中国可以跟他谈的，他不会讲说等他电话。所以现在看到有很多的梗图啊，川普啊这样子等电话啊，这样等电话，可是电话就不来。那可是你看到中国，他也没有闲着哈，他立刻的就到了这个东南亚去做访问。东南亚访问的这3个国家，柬埔寨、越南跟马来西亚，除了马来西亚的税率啊，第一波公布的是24%，柬埔寨的税率是49%。越南是46%，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税率。所以越南在第一时间呢，其实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跟美国投降，所以他非常快速的，他们的总书记，也就是他们的领导人，立刻打电话过去说啊，我们都愿意啊，好什么都让对零关税，我什么都愿让给美国，因为46%我越南不能活呀。可是美国并没有理他们啊。好，美国并没有，因为我想美国还在拉高他的一个谈判筹码，他觉得我还是要更多的东西。好，所以呢，事实上，我想习近平他事实上他是采取在2018年，因为中美贸易大战不是现在才开始，好，之前川普在第1任期就已经开始了。2018年当时这个美国起开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那时候的中国就开始积极拉拢，比如说像中东、像非洲，当时习近平也是积极的去出访。那所以后来包含中东，大家也知道嘛，在外交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非洲不管是外交和经贸上面，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呢，这次非常显然的，中国要对抗美国的贸易战。或者是科技战，好，反正就经济战，他采取的叫做拉帮结派，好，那我就赶快把一些可以纳入我这个盟友的，就变成我的盟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有的人是敢怒不敢言啊，真的非常气啊，气美国没有道义啊，美国是让我们不能活啊，而且你的这个谈判的姿态非常非常高啊，哈。所以呢，现在中国就开始积极做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在之前他是有成果的。好，所以呢，对于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他可能就要面临到一个什么呢？选边站。那我到底呢是要屈服于美国，还是呢我就跟中国站在一起，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打那个群架？打群架力量大哈，然后我也可以增加我跟美国谈判筹码，因为基本上我想不管越南也好，柬埔寨、越南根本都不要说，其实台湾也是如此，我们没有什么筹码可以跟美国去谈，因为我们确实赚美国人那么多钱嘛，可是我们没有什么筹码。可是如果他们觉得我可以拉帮结派的时候，那么整个的地缘政治，或者是整个的这种经济经贸的这种区域，它可能就是形成不同的区块。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它要面临要不要选边站。那当然，如果大部分的国家愿意选边站到中国这边的话，那么可能在整个中美贸易大战的结果又是不同的光景，所以这也或许是很多的美国媒体其实很早第一时间就提出来，包括《华尔街日报》啦，还有那个《经济学人》都谈到说，你川普这样搞，有没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让他本来我是都美国当老大的大家都要跟我啊，就是没错啦，我让利啦，我就是让你们赚一些贸易顺差，可我现在不要让利了，让大家觉得说，我跟你没有甜头，我是不是另外找老大？这或许就是这些美国媒体外国媒体一直在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观察的，但是回到台湾来讲我们仍然面临了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不只是经贸，还有股市啊！你不觉得广大的股民都不晓得今天晚上美国会怎样？可能就像赵大哥一样，我可能这个看网络的时候，我可能在运动的时候，美股今天不错，应该明天台股不错吧？可是没想到立刻可能等你早上起来就已经风云变色，所以我们仍然去面临一个极大的不稳定。我认为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越多的不稳定，尤其是金融，尤其是经贸，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讲，劳工来说，金融市场来讲，其实那是最危险的事情。不，基本上了，就是我投资，我是要确定嘛。对，我这投资下去到底有多少收入，我确定啊。
赌场是不确定，赌场基本上你可能会输，但是你也可能会赢，不知道。那现在入股市跟入赌场差不多了，你没有办法判断嘛。我们通常判断说，我这个投资，这公司可赚可赔，有可能会赔，但基本上他可能会赚钱，所以投资它。但川普一个动作就可能把整个局势都搅乱了，所以现在去投资人等于是进赌场，你可能会大赚。哦，比如假定说这个几天以后，川普说台湾跟我很好，我对台湾不课税，股市立刻大涨了。那如果川普说，哎呀，朋友归朋友，哦，这个亲兄弟明算账，这个税还是要课的，台股马上大跌。那你怎样？你把你全部身家放在赌川普的态度吗？这最大的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劝你哦，你就拿一部分钱，也许可以，不要全部都砸进，尤其不要借钱，不要去融资做事情，那个风险太大哈。那另外呢，川普现在就逼大家表态嘛，表态是非常辛苦的啊。我不想表态可不可以？就像有些父母问那个小孩，你爱爸爸还是爱妈妈？小孩就说：“我爱爸爸妈妈。”不行，你要讲你要爱爸爸还是比较爱妈妈？我爱爸爸妈妈，他非要逼他不可，就莫名其妙嘛！你逼他干什么呢？他两个都爱不行吗？对，很多国家我到处要做生意啊，我不是非要跟你做不可以，跟他做就不行了，不是很奇怪吗？继续再回来。